家好，我是姚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2个中国大的平价刷具品牌。我自己对于也是有一点偏见的，我也是有一点不想要让他们赚我的钱，但是就是有一个机会。反正我之前有一个影片有说到，我有想要买别的刷具，想要增进自己的技巧。其实我买的是秦志跟瘦瘦郎的刷具，我有点不太确定说我应该要怎么分成2部，一集先讲瘦瘦郎，一集讲秦志。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想要做个比较，所以我应该会变成说秦志跟瘦瘦郎一起讲，但是脸部跟眼部的刷具我就分开来，分成2部影片。才不会一支影片又变得很长，这长度有点太可怕了。那这2个牌子我各买了2组刷具。秦志的话，我买的是喜上眉梢，它是一组有8支，这个是眼部刷具。还有新盎然系列11支套装，所以它是有脸部的跟眼部的刷具。瘦瘦郎的话，我买的是幽兰，一样是脸部的跟眼部的。我刚刚讲错了。我幽兰就只有买这一组，然后跟2支酱系列的，一个是粉底刷，一个是唇刷。那我想这一支影片应该就是脸部系列的刷具。我做这支影片就只是想要分享2个不同牌子的刷具，用起来的感觉是什么？我已经可以先跟你们说，这2个牌子的刷子都是有好有坏，有好用的也有难用的。我觉得他们平均下来并没有说哪一个牌子比较厉害，哪个牌子比较差，因为其实2个都很平价，然后2个越做越大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刷子有一点参差不齐，不是每一支都很好用。我觉得一组的刷具里面一定有不好用的，我还故意不洗刷具，就是想要让你们知道说有哪几支都是我在用的，有哪几支我可能比较少用。我没有要分析每一支刷子，我就只是想要录一个比对影片。所以秦志的话就是新盎然这个系列的，瘦瘦郎就是幽兰跟2个酱系列的。幽兰的粉底刷是人造纤维，盎然的粉底刷跟遮瑕刷也是人造纤维，其他这些都是羊毛。那我要怎么来比较呢？这个是瘦瘦郎的粉底刷，我觉得这支刷很好用，我觉得它很好推。你看它这么宽，我直接这样，这一支刷起来也是没有刷痕，它毛非常扎实，但是又不会吃粉底。今天的粉底就是用它的，我把粉底挤出来之后，我就会先均匀的粘在刷子上，先这样子推，然后鼻子的地方我就是用揉的，把粉揉进去。其他地方啊，像是这边，你也可以用点压的方式去上你的粉底。我觉得它上起来很快速，也不会有刷痕，也不会不均匀。我买了它之后，我现在变得很少用粉扑上，因为用粉扑上你一直狂压某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印子。那相对来说呢，我就比较没有这么喜欢这个刷型的，它是这样子扁的，然后塑胶感比较重，很弹的。我比较不习惯用这种，像 MAC 也有一支很有名的粉底刷，我觉得这一种刷子比较吃粉底，然后很容易一条一条的。我的手就是没有办法让它不一条一条的，所以我就没有这么常用它。我现在私心偏爱都一直在用这一支粉底刷。盎然它有另外一个遮瑕刷，是这种扁头蛇形的，这一种材质跟这一个材质差不多，就是比较容易有刷痕的。但是因为它这个比较小，所以你是可以上在眼下这边，你可以这样子把它拍开来。你就不会这样子一条一条一条的，然后也很好进到这边啊，边边角角的地方，这种蛇形刷很好上。但是由于因为它是人造的，然后又是吃这种粉底啊、遮瑕这种液状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一支比较需要常洗，或者是你可能要先稍微干洗一下，不然可能你用1-2次之后，你不洗，然后继续去上遮瑕的话，它就会更容易有刷痕，所以就是用了2次我就必须洗它了。再来就是这一种斜角修容刷，
你可以看到我就是一直用这一支，因为它是羊毛的，然后是上粉状的，所以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频繁的清洗。这一支的话，我就会拿来修这里、修这里，还有这里。那我私心比较喜欢这一支的原因是，你看这两个大小差很多，瘦瘦狼的比较胖，然后晴致的比较瘦一点，然后比较窄一点。对于我脸的大小来说，我觉得瘦瘦狼可能有一点点太胖了。瘦瘦狼这个的粉也比较扎实一点，它比较丰厚一点。我是觉得晴致的比较适合我。那瘦瘦狼的话，这一支斜角修容刷也是可以拿来上腮红的，看你的需求啦。如果你喜欢一次大面积的上完，那这个胖一点的就会比较适合一点。那再来是这一个瘦瘦狼的蛇形腮红刷，目前还没有用过这一支，因为我自己有偏爱喜欢的腮红刷，我比较不习惯这种尖的蛇形的，所以这一支我就还没有用过。因为我上腮红的关系，我觉得我比较用不到这个形状的，我比较喜欢用这一种，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形一点的，就是头这边比较平一点，我就是会这样子上腮红。这一支就是小的火苗刷，那它的话，我有些时候会拿来上蜜粉，就是会上边边角角一点的地方，可以用尖尖的地方这样子把粉戳进去。那接下来这两个牌子都有出让我很匪夷所思的刷子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第一个是这一支巨大的蛇形刷，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很喜欢用很大支的刷子上蜜粉，他觉得这样子速度的这样子，对，但是我不喜欢这么巨大的刷子。你看它多巨大，太巨大的蜜粉刷，我觉得它没有办法把那蜜粉发挥到最大功效。就是我觉得蜜粉的那个定妆能力就会变比较弱一点，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小一点的刷子或是粉扑来定妆，所以这一支我到现在也是还没有用过，太巨大了。然后呢，你想盎然已经这么大坑了，那你不觉得这一支更大坑吗？这一支是扁圆散粉刷，你看它是我额头一半诶，我要这么大的刷子干嘛嘞？我就不懂。而且它很弹，你看它，我拿到它的时候，我就是一直这样。它这一节比较长，它其实毛的晃动性比较高，它比较软一点，它也比较容易这样。如果是这么大一支刷子的话，我觉得比较适合拿来身体打亮，或者是如果我身体有擦防晒的话，我就会上蜜粉，因为我就很讨厌防晒那个黏黏的感觉，我就会用蜜粉来压掉。那我就可以拿这种很大的刷子，因为这样子很快速的，我就可以把蜜粉扫在我的手臂上。对，但目前还没有机会，不然我真的不会这样上到脸上，太浪费粉了，也太大了，真的比较不方便啦。有一个点，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，就是呢，它这种大的刷子啊，它都是羊毛的嘛，这两只刷子最臭。它们真的有非常非常浓郁的羊膻味，还有那种制造的塑胶味，就是有种混合的味道，非常非常不好闻。眼部的这种小刷具就还好，但是就是这几支这种大的脸部刷具，它其实真的很臭。我大概是在外面晒了1个多礼拜才把它拿进来，因为我真的有点无法接受这个羊毛的一种膻味，我觉得它有点太浓密了。我讲这个大家会吓到，就是我房间其实比较密闭空间一点，房子坐上的关系，我房间的空气比较差一点，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对流。所以呢，我一开始我是先晾在我的房间里面一个角落，让它吹电风扇。我可能去吃个东西，回到我房间之后呢，我就觉得好晕，非常不舒服。我以为我生病了，我觉得哦天哪，那个头好晕，有种那种晕眩感，然后就觉得哦，我必须要躺在床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会不会是它这一个制造的味道，就是有毒物质啦？我就把那整组刷具移到阳台去，我就是电风扇这样子，整个转我的房间，就有变得比较好一点。就是那个空气散掉之后呢，就是我有变好。我觉得这两个牌子就是一样臭。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两个牌子的话，反正就是不管怎样，
我建议你先把刷子放到外面去，先去晒，晒到你觉得味道变比较淡一点之后呢，你先洗刷子。因为这种动物毛的话，你就是要小心一点。你可以用刷具清洁液，或者是冷洗精。我是有稍微泡一下这个刷子，然后再拿那种板子，然后这样子把里面的味道都这样刷掉，变得比较好一点。现在它们就是没有味道。一开始你必须要把那个味道去掉，再用到你的脸上会比较好。而且有一点是，因为它这几只毛都比较丰厚嘛，尤其是这2只，所以其实你要冲比较久。我觉得它很吃那个清洁液，不然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在把它挤干的时候，都还是可以摸到有清洁液那种泡泡声。所以呢，它们相对要洗的时间又比较长，比较麻烦一点。所以到目前这2只我都还不想用，因为我就觉得天哪，我洗一支刷子要洗好累，就是我一支刷子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冲。那其他这种比较蓬松一点的就还好，但是因为动物毛啦，它比较吃那清洁液的感觉，所以还是要冲久一点，确保你把清洁液都冲掉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都太麻烦的话，台湾也有很多刷子很好用。我觉得羊毛的刷子其实也是蛮好用的，其实这几支都是蛮好用的。如果你是觉得你不想要杀生啊，你觉得用动物毛很残忍的话，那你就不要买这几个系列，就是它上面都会写说它是什么材质的，那你就不要买。他们也是有出人造纤维的刷子，可能会比较好清理。但当然，如果你不想要买中国制的东西，那你也是可以。他们的刷子就是真的很便宜啦。如果你愿意花一点点钱去买 Solon 啊，去买 Mako 啊，你就不需要选这2个牌子的刷子。对，忘记讲酱系列这2只刷子了。这个刷子呢，就是那种很流行，你知道人家上粉底液会这样子一道一道一道很酷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是酱系列这只刷子的问题，还是我的问题。我觉得它毛很刺，很硬，用的非常的不均匀，所以这只我就觉得很不推，这只不用买。他们好像唇刷蛮有名的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支唇刷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边边真的很细，然后它头很尖，非常容易可以勾勒唇形，而且它刷具很长，像我就是会拿中间这边，而且很轻，很好抓，很细。那这支影片我就是只分享脸部的嘛，那下一支影片就是下礼拜的时候，我会来分析眼部的刷具，那记得再回来看哦。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，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，可以送人、捐给弱势团体、上网拍卖或是义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，ciao。